恭喜 T1， 漫天的飞雪，璀璨的星光，那是属于 SKT 到 T1 的10年英雄传承，也属于李相赫亲手谱写的英雄乐章。这10年，有很多人尝试超越他、战胜他，也有人短暂的成功过，但他却如如不动，像山，像海，高山仰止，令人望洋兴叹。而今天，对于咱们 LPL 赛区的 WBG 来讲，他们也拼尽了自己的全力。他们从4号种子一路逆袭到现在，已经是好样的了。但是他们却输给了强大的对手，就像蝴蝶，飞不过沧海，又有谁人心责怪呢？那2位老师，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确实双方的实力有一定的差距。可能 LPL 的粉丝包括咱们在内，心情都会比较的落寞。但是也请2位老师，这10年坚持纯粹的竞技、纯粹的游戏，我觉得他这种坚持的精神不仅仅在电竞领域可以独树一帜，甚至也可以影响到很多传统体育的运动员们。10年前，田野林还在打职业，像瑞塔老师和我还都没有可能从事这个行业。10年前的您，也许有观赛经验了，但也许你可能压根儿还没有关注到英雄联盟的传统的国际性赛事。但是就在那一年，李相赫选手，也就是 ID 是 Faker， 在2013年已经捧起了召唤师奖杯。他在15年、16年又再次捧起了召唤师奖杯。17年在北京鸟巢他折戟过，而在之后的比赛中、之后的生活中，他不遗余力地向着相同的目标，向着自己曾经踏足过的地方继续攀登着、努力着。而如今，哪怕在去年失败了，他也没有停下过他的脚步。今年的手伤也没有影响到他。而在今年，他面对可能对于咱们 LPL 赛区一片大好的形势下，他和 T1 共同连续击败了 LPL 的队伍。如果加上 BO3 的话，他甚至在这次系列赛 T1 击败了所有的 LPL 种子队。这是一支非常非常强大的，也是可敬的对手。哇，我感觉，当然咱们也可以聊聊本场比赛的游戏。我们赛前有说希望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包括解说员、评论员能有个好的收尾。今天这个令人落寞的结果，其实我觉得也不知怎么收尾。我们虽然说输掉比赛，但是我们要感谢 WBG， 感谢他们这1年的贡献，也感谢所有的 LPL 战队在这1年的辛苦。祝福送给 T1， 送给 Faker， 他捧起了自己的生涯第4座召唤师奖杯。我想，我们为什么尊敬 Faker， 不在于他捧起多少次奖杯，而是他在这么一项大部分选手都昙花一现却又泯然众人矣的这么一项竞技体育中，他却像一个执拗的孤独的求道者。我们目送着一批又一批人上山下山的离开，当我们蓦然回首，会发现 Faker 还在那儿，他坚定的身影仿佛早已成为了山的一部分。我想在曾经很多个输掉比赛的夜晚，有可能 Faker 自己也懊恼过自己老了，但是我想真正的英雄就是以平凡之躯对抗着这个岁月的麻木不仁，让自己与更好的自己一遍一遍的在未来重逢。青春已复过，白日忽相催。明天是周一了，朋友们，大家又要重新与生活兑现了。我非常理解大家，刚刚经历过漫长的精彩但结果令人有一些落寞的 S13， 又要重新面对一个千头万绪的世界，您可能会有一些怅然若失，甚至会有一些怯懦。但是没有关系，电竞的精神、选手的力量一定会伴你左右。我想电竞从来都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但是我也坚信，每位选手无论胜负，他们都会庆幸自己的青春里有电竞，而我们也都会庆幸自己的青春里有他们。谢谢大家，这就是 S13 的全部内容，也谢谢 Rita 和偏林2位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年